昔日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帮老大服刑期间，他的女人自命不凡，有了新欢。如今猛虎归山，东窗事发，女人不但没有害怕，她甚至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：Do not kill him. Not that man anymore. Promise me. Promise. 金并手眼通天，黑白通吃，本身也是战力爆表，唯独有一个致命软肋，那就是他的女人凡妮莎。为了凡妮莎，金并会妥协甚至疯魔，而他所谓的改变也有其深意。But that's a difficult thing for me to do. You understand that, right? How we are locked together. 金并是漫威粉丝苦等7年的夜魔侠重生里的超级反派。夜魔侠是漫威电影宇宙的正统作品，也就是说，纽约大战、奥创纪元、灭霸响指都在这部剧中真实发生过。而夜魔侠与金霸王金并的对抗，则是该系列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。在蜘蛛侠英雄无归中，马律师就曾客串徒手接砖头的桥段。如果你没有看过夜魔侠，只需要知晓以下2点就能速通全景。首先要知道夜魔侠是谁，他本名马特·默多克，是漫威最知名的街头英雄之一，人送外号无畏之人。幼年时，马特因为一次意外接触到了放射性废料，导致双目失明，却从此获得了超出常人的听觉、触觉与雷达感应，即便看不见，也能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声呐世界。在盲人武术大师棍手的训练下，马特习武学法两手抓，成为了顶峰作案知法犯法的暴力一姐。马特有一位过命的兄弟，名叫佛吉，还和女助理凯伦短暂交往。这3个人出生入死，情比金坚。佛吉和凯伦要是有什么不测，保不齐马特会干出什么傻事。在马特和佛吉的共同努力下，在第10大道西51街，一家名叫佛吉和马特的律所应运而生。在剧中，律所以承接平民案件、为小人物对抗权贵而闻名。其次就是贯穿全季的大反派金并。金并这几年过得相当憋屈，先是被自己的养女回声射瞎了左眼，换上一眼后，又被回声发动超能力洗了脑。可以说，金并是受够了这些奇装异服的超级英雄。而此时的纽约正值大选季，市长候选人3缺1，金并这才萌生了进军政界的想法。知晓了这些前情提要，再来看夜魔侠重生。这天，马特3人下班后准备到附近酒吧小酌一口，碰巧一位外号樱桃的老警察在酒吧庆祝退休日，礁溪酒吧因此人满为患。坐在樱桃警探旁边的是接班人金探长，和佛吉搭讪的是本区检察官克斯汀麦杜菲。2人打开了话匣子，聊得甚是投缘。前面提到过，马特有着超出常人的听觉，本想凭借自己的超能力吃一口这对 CP 的瓜。佛吉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因为酒店太吵闹的原因，所以佛吉跑到了外面。可就算隔着一道门，马特也能将对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。电话那头是一个名叫班尼的人，声音显得很恐慌和仓促。他发现自己楼下有陌生人吵，他很害怕，所以才打给佛吉。马特慌忙起身，叫上凯伦一起走出酒馆。佛吉随后向2人透露了班尼的处境。这个走私保税仓库货物的会计总觉得有人要害他，苦苦哀求下，佛吉只好将人藏进自己的公寓。此时佛吉还没有挂断班尼的电话，那头传来了班尼受到威胁变得惊恐的声音。马特叫2人待在原地继续联系班尼，自己则穿上战衣，化身夜魔侠去佛吉。夜魔侠敏锐的听觉在疾驰途中捕捉到，闯入者并未袭击班尼，而是在向他打听佛吉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子弹上膛的声响刺入耳膜，马特瞬间醒悟，对方的真正目标竟是佛吉。马特毫不犹豫调转方向，战衣划破夜色，直扑礁溪酒吧。就在佛吉疑惑之际，一颗子弹从夜空中呼啸而过，击中佛吉，佛吉应声倒地。就在凯伦神色慌张不知所措时，闻讯赶来的2个警察也双双中弹。在黑夜的掩护下，凶手已经穿过街角，并将一颗烟雾弹扔进了酒馆。来者正是名为莱斯特，外号把眼的超级反派。满身是血的凯伦慌张地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枪，可把眼的枪已经高高的举了起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马特凭借自己灵活的走位，将把眼踢进了酒馆。2人在狭小的酒馆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长达5分钟的无剪辑打斗场面惊艳全场，堪称全剧最震撼的视听狂欢，延续网飞版拳拳到肉的写实风格。镜头从酒吧前厅开始，逐步延伸至屋顶，完美呈现密闭空间近身搏杀、场景破坏和高空坠落3重冲击。期间，马特曾多次停下动作捕捉佛吉的心跳，因为流血过多，佛吉越来越虚弱。但是分神对于一个靠感官分辨事物的盲人来说很不友善。好在最后他将把眼制服，可惜的是佛吉也停止了心跳。
夜魔侠愤怒之余首次打破不杀原则，将把眼从高楼抛下，这也标志其从守护者向复仇者的转变。1年后迎来了把眼的审判人。早在第3季中，把眼的脊椎就被金并给撞碎，后来身体被注入艾德曼合金并修复了脊椎，因为特殊材质的加持，让他扛住了从高空跌落这类致命撞击。因多起谋杀罪名成立，把眼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佛吉的仇虽已经了结，但马特与凯伦重逢时，两人仍困在失去挚友的阴霾里。凯伦也封闭自己的内心，不愿意走出来。这次的他是来和马特告别，坚持要离开纽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临走时，凯伦给马特留下了纪念品，这是马特在地狱厨房和把眼打斗时从头盔上掉下来的恶魔尖角。回到家后的马特，无意间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得知金并有意参选纽约市长后，心神不宁的他暗中寻求退休警察樱桃的帮助，希望找到金并的不利证据。可金并心思缜密，智慧远超于常人，樱桃找不到他犯罪的漏洞。他的每一块钱、每项收入来源都清清楚楚。他带大笔现金投入选战，结果也很奏效。而且他老婆凡妮莎更是一位投资魔法师，总能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处处碰壁的马特只能亲自登门警告金并。他发现金并相比1年前有了一丝变化。Your step is lighter. You've lost some weight. Gained muscle. 马特扬言，倘若他在纽约胡作非为，他会将他绳之以法。金并并不买账，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当选市长，然后用法律约束犯罪，并肃清那些奇装异服到处跑的人。两人互放狠话，果然不是一类人。马特也只能愤愤离场。反观金并这边，他宣称自己蔑视一切暴力与腐败，他要创造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。他甚至公开批评夜魔侠等义警的法外行为，以此博取市民信任。But New Yorkers are tough. We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. We don't need a gun-toting vigilante who wears a skull on his chest, or a man who dresses in a spider outfit, or a guy who wears devil horns to save us. No. 在其夫人凡妮莎投资魔法师的加持下，以53%的纽约市民支持率成功当选112任市长。马特知道金并会利用市长权力扩大自己的犯罪网络，这也预示他的宿敌会更加强大和难以应付。马特也开始考虑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就在金并当选市长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，他的狼子野心也暴露无遗。金并全力推行他制定的法律，回归纽约，而不是那些穿着奇装异服游走在屋顶上的人来左右局势。虽说金并的愿景一片光明，然而总有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。现实往往也是残酷的。就在此时，地铁月台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：中年男子路遇2名施暴者围殴路人，上前劝阻时遭到对方无理的推开，矛盾最终被激化，引发了肢体冲突。对方一直没有亮出警察的身份，原本的见义勇为最终演变为3人混战，直到一人在打斗过程中跌落月台。NYPD, do not move. 男子杀警的整个过程被另一位警员满口跑火车给坐实，只是警员不知道中年男人还有另外一重身份。马特在调查一件酒驾案时，无意间听到被关在审讯室的中年男人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。Here's what's gonna happen, cop killer. You are gonna sign a confession. 出于同情，他以律师的身份上前了解情况。大叔原名赫克托，马特听声辨音的超能力没有察觉赫克托有什么异样，于是他接下了这起可能得罪纽约所有警察的案件。回到律所，马特推掉其他事务，专心研究赫克托的案子，并央求樱桃去找到那位被警察殴打的证人。樱桃和检察官克斯汀·麦杜菲来到赫克托家，克斯汀·麦杜菲恳请赫克托的妻子出庭，樱桃借口要拿赫克托出庭用的西装，实则是去到他卧室找寻有力证据。意外的是，樱桃在赫克托床底翻出了一件白色衣服和火星护肤，衣服和电视里打击犯罪的白虎一样。知道真相的马特立马约见了赫克托，在他亲口告诉马特自己就是白虎后，马特制定了新的脱罪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樱桃也找到了证人，并将他妥善安置。尼基是唯一能帮赫克托写脱无期徒刑的人。事发当天，就是他在月台被2位警员殴打，在被赫克托无意间救下后，他却不顾情面，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公寓。为了将杀警罪名烙印到赫克托身上，当事警员鲍尔也盯上了尼基。在得到尼基的确切地址后，鲍尔叫上同事携实弹出发。如此大费周章的两人肯定是去灭口。为了探听虚实，找到有力证据，马特早就盯上了鲍尔。当他听到2人要对尼基出手后，立马掏出手机通知了樱桃，并要求他在崔恩堡公园接应，自己则去尼基家转移证人。等鲍尔2人不紧不慢赶到公寓时，在马特的安排下，尼基已经翻出了窗外。马特叮嘱他去崔恩堡公园同樱桃警探会合，自己则在屋内断后。等到警员推开房门，发现是马特马律师后，表情中闪过一丝不祥，动作开始变得谨慎起来，并且马律师还挑衅一般堵住鲍尔警员的前面。眼看自己的线人不在房间，2人开始慌了。他们殴打马特，想要逼问出尼基的下落。可马特岂是那种能够屈打成招的人？只是没想到这2位警察并非善类。Go ahead. He's a lawyer. Not that. I'm down to this. Done.
do this. You don't want to do this. 没有得手的警员在庭审日只能硬着头皮，旨在把赫克托这位市井狂魔送进监狱，并且对方辩护律师是赫赫有名的老将哈克伯格，所以马特他们机会渺茫。庭审期间，双方各执一词。警员鲍尔说他和同事正在执勤，赫克托突然从月台现身，那双充血的眼睛就像锁定猎物的猛兽，他毫无征兆地向两位警员冲去。即便鲍尔表示自己已经高喊着警察并举起警徽，赫克托还是跑过来开始揍他们。然后凯尔要把两人拉开，接着他就抓住凯尔，把他推下了月台。然而，在被告赫克托的证词中，是警员鲍尔和凯尔在殴打线人时，赫克托出面制止，小摩擦才演变成大事故。在此期间，两位警员并没有亮出身份。马特以此为证引出了线人尼基。为了不和自己的陈述冲突，受到质问的鲍尔佯装自己并没有线人，也不认识尼基。公平起见，审判官决定传唤证人。与此同时，庭上一位警员开始整活。他们要阻止证人出庭。果然，在樱桃一路护送尼基的同时，就被鲍尔给盯上。好在最后樱桃的声东击西成功化险为夷，他的车内并没有尼基的踪影。尼基已经和樱桃的同事乘坐出租车到达了现场，眼看胜券在握，不成想现实还是将马特打入谷底。庭上尼基并没有实话实说，他把此事撇得一干二净，坐实了鲍尔的证词。无可奈何的马特最终搬出了赫克托是白虎的身份，他身为白虎时的作为说明了他的性格，为民除害，救人于水火。他的行为将自己打上了好人标签，最终陪审团达成决议，赫克托市警案最终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。金并十分关注赫克托市警案，当事人被无罪释放无疑触动了他的逆鳞。对于掌控在他手上的法治社会来说，法律才是打击罪犯的有效武器。这些正义使者每时每刻都在证明法律的无能。于是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当伸张正义的白虎再一次出现在街头时，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赫克托的死令马特猝不及防，他知道金并的魔爪迟早要伸向这些正义之士，只是没想到手段会如此的果断决绝。马特推演作案手法，在现场找到了弹壳，发现弹壳上印有骷髅的标志，这让马特联想起了惩罚者，但他知道惩罚者并非真凶。惩罚者本名弗兰克，他曾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。马特讲究以理服人，从不滥杀无辜，而惩罚者主张以暴制暴，只要你有罪，你就得死。两人始终存在道德分歧。马特认为他并不是长久的搭子，只是当下局势严峻，毕竟金并当上市长后势力更加庞大，在他的强硬手段下，无论是政绩还是黑道势力都得以扩张。金并利用市长身份推动立法禁止义警活动，同时暗中组建反义警小队镇压夜魔侠等街头英雄，通过媒体将夜魔侠塑造成法外暴徒，转移公众对自身犯罪行为的关注，甚至招募超级反派缪斯制造混乱以巩固权力。下期我们讲漫威漫画旗下超级反派缪斯。